上回书说到，湘北的劲敌陵南队与神奈川王者海南队的大战开始，在仙道与福田的活跃表现下，陵南上半场一直保持领先。比赛进入下半场后，海南发挥出原本的实力，将分数差距急速缩小。于是陵南换下了防御力薄弱的福田，加强防守。阿木派高沙去搞鱼柱，高沙在篮下诱骗鱼柱犯规，鱼柱愤怒不已，和裁判理论，结果被吹了个技术犯规，当场罚下。阿木2罚2中，眼看陵南大势已去，仙道突然发威，连过几人后上篮得分，将比分稍稍追回了一些。这么一看，仙道的确是个厉害人物。面对海南这种强敌，陵南失去了鱼柱，又不能启用福田的情况下，几乎失去了所有的筹码。但陵南依然不见气馁，目光坚毅，他们的信心全部源于对仙道的信任。仙道准备要1打5了。利用自己的身高优势，仙道从阿木手中将球偷来，接着迅速反攻。阿木的身后紧追不舍，眼看仙道就要在阿木的眼皮子底下得分了，这可是关乎到神奈川 No.1 地位的关键一球。仙道起跳了，阿木一点不给他机会，跳起来在后面把仙道的球拍了下去。别以为我会让你轻松灌篮，仙道一笑，我一定会灌进去的。阿木说，那得有那个本事才行。仙道和阿木你来我往，像在打太极一样，比分在1分之差上僵持不下。比赛变成了仙道和阿木的1对1 solo， 剩下最后5分钟，但比赛的走势很模糊，很难预料谁输谁赢。很快，仙道体力就透支了，这也难怪，陵南攻防都落在仙道一个人的身上，防守阿木比田冈教练想的要困难得多。这样下去，有可能会影响到陵南对湘北的比赛。田冈教练起身准备换下仙道，福田脑袋摇得像拨浪鼓，这样会伤害仙道自尊的，他是绝对不会输的。田冈点点头，采纳了福田的建议，将福田换上场，以减轻仙道的压力。现在能帮助仙道的只有你了，小兄弟。比赛时间只剩下20秒，陵南在福田和仙道的配合下，将比分稍稍追回。目前77比79落后海南。海南罚球，时间紧迫，现场气氛十分焦灼。阿木控球，陵南拼了命的去抢。本以为阿木能把球给保住，陵南池上突然出手将球抢断，仙道拿到球了。最后4秒钟，仙道以最快速度进攻，阿木在身后穷追不舍，仙道起跳，阿木立即起身出手。这时他突然灵光一闪，我靠，仙道在骗我犯规！两人之控的时间里，阿木将伸出去的手猛地收回，仙道扣篮得分，将比分极限追回。全场时间一到，双方因为平分进入加时赛。仙道和阿木落地四目相对，这时候他们内心应该有同一个想法：对面这个人真他娘的厉害。仙道想骗阿木犯规来个2+1，这样一来陵南必胜。但阿木是2+1的老手，他看出了仙道的计谋，及时收手，使得双方比分扳平。陵南被迫进入加时赛，观众们一片欢呼，陵南球员们欢呼雀跃跳过来，称赞仙道那一冠太漂亮了。只有仙道心里苦，阿木实在太老道，这一球随便换个人，仙道都有把握2+1直接结束比赛。场上广播宣布休息2分钟，然后开始5分钟的加时赛。仙道坐在场边苦着脸，一言不发。加时赛的话，自己体力肯定不够，难受啊。咸阳藤真站在看台一角，远远望着精疲力尽的仙道，心中感叹：仙道真是个可怕的对手，在输了2分且只剩下4秒的情况下，居然能够故意设计让阿木追上来，诱骗阿木犯规，搞2+1战术，稳赚3分。这样比赛结束的话，就是79比80，陵南险胜海南。仅仅4秒，仙道就写好了这样的剧本，牛批，真是牛批。阿木一脸严肃，甚至感觉有些后怕。这时候他终于相信仙道已经有了跟自己平起平坐的水平。裁判声声响起，加时赛开始。仙道站起身，平静地说：不到最后绝不放弃。虽然仙道很强，但不得不承认，论起球队实力的话，海南明显更胜一筹。很快仙道就发现这帮人他带不动。加时赛的时间流逝很快，海南打了陵南89比83。最后5秒钟，就算仙道是个妙木山的仙人，他也无法一个人在5秒内拿到6分。比赛宣告结束，陵南惜败。气喘吁吁的阿木叫住同样气喘吁吁的仙道，给你个忠告，湘北很强。仙道点点头，我知道。二人的手握在一起，就这样连胜2场的海南率先拿到了全国大赛的参赛权。海南与武里的比赛毫无悬念，今年海南稳了。接下来就是同样1胜1负的湘北和陵南争第2个名额，这将是一场你死我活的竞争。樱木这边都快把自行车的脚蹬子蹬出火了，一路机动车道上超速赶回湘北。樱木军团4大咖刚下课，正对湘北对武里的比赛议论纷纷。听说湘北120比81的成绩战胜了武里，但是却没有听到关于樱木的消息。高公望坏笑道：我看他大概有5次犯规被退场了，被大猩猩敲得满头包。4人哈哈大笑，突然一阵烟尘从眼前掠过，4人定睛一看，是樱木到了。4人忙跑过去询问樱木比赛情况，是不是又被罚下了？樱木白了所有们1年，耳朵一关，全当听不见，根本不理4大咖。
把自己关在篮球馆里狂练投篮。中间，安西教练来观看了樱木的练习，并给予了他鼓励。安西教练视察了樱木的训练后，突然心脏病发作晕倒，被紧急送到了医院。樱木一路跟着教练来到医院，拜托医生打电话给赤木，自己打公共电话给了师母。医院把电话打到了赤木晴子的家里，晴子又通知了在现场观看比赛的赤木。事有征兆，载着安西教练的救护车奔向医院的途中，正好三井经过天桥，鞋带突然崩断，三井没有太在意，大概是鞋子穿久了，该换了吧。另一边，流川枫在路上也遇到了一只高冷的黑猫，而宫城却看到了一只不怕人的乌鸦。三人对安西教练病倒一点也不知晓，在湘北篮球馆集合后开始训练。赤木和木木才子一起乘车赶去医院，好在医生说暂时不会有生命危险，如果教练倒下了，明天的比赛怎么办？赤木说现在不是担心比赛的时候。几人赶到医院，看到樱木正站在医院门口，赤木喊出樱木的名字，樱木回过头，眼含泪水。樱木，安西教练怎么样了？樱木一言不发，突然扭头跑开。赤木手都抖了，难道安西教练？赤木扭开病房门，看到了安西教练躺在病床上，旁边应该是他的夫人。夫人笑着说他睡得很安详。赤木老脸一红，樱木这个小坏蛋吓了我们一跳。大家互相做了自我介绍，夫人称赞湘北很出色，湘北的比赛自己也经常去看，每个人他都记得。这次教练晕倒，多亏樱木，樱木救了教练一命。医生说如果没有樱木的当机立断，教练恐怕性命不保。樱木离开医院，独自一个人漫无目的的走在街上。安西教练突发心脏病，让樱木想起了自己的父亲。那时候他是个十足的小混混，整天混进街头打架斗殴。这一天他打完了架回到家，突然看到父亲突发心脏病倒在地上。这时候还是有一线生机的，樱木立即跑出去想要找医生来，结果刚到街上就遭到了被自己同族的混混的报复。一群混混唯有樱木一个人，因为这一架，樱木的父亲错过了急救时间，永远的离开了。这就是樱木悲痛的原因，可以说这是人生最大的遗憾了。如果没有篮球，他可能一辈子都做小混混。赤木几人走出医院，看到湘北的人齐刷刷的站在外面。赤木告诉大家，教练已无大碍，无需担心。话题一转，询问比赛的情况。听到海南赢了，赤木表示既在情理之中，又在意料之外，不敢相信，居然在缺少鱼柱的情况下，陵南还能打进加时赛。仙道真是个可怕的家伙。湘北要经历一场类似对打海南时候的苦战了。明天的比赛谁赢了，谁就可以拿到全国大赛的参赛权，不是湘北就是陵南。事情简单明了，干就完了，老铁们。三井听说教练病倒了，当场就急了。樱木安抚大家说，教练不会有生命危险，不过明天的比赛教练不会到场，大家做好心理准备。安西教练可是这三井的精神支柱，一想到教练不在比赛现场，三井心里就觉得空了一块。明天我一定要赢得全国大赛的参赛权，作为探病的礼物。樱木把衣服一脱，我要继续刚刚的练习，还有172个球。三井说，我来负责防守。樱木。宫城说，我来负责传球。樱木感动的热泪盈眶。流川枫表示，那我就负责多讲你几句好了。第二天依然是2场比赛，也是神奈川县全国大赛预选赛的最后2场。第一场海南对无敌，王者打青铜没什么悬念，海南以98比51的比分完胜，蝉联第17届冠军。第二场就是万众瞩目的最强王者局，湘北 vs 陵南，宿命的对决，强者的对抗。流川枫的破将啦啦团、三井的混混啦啦团以及樱木的二货啦啦团早早的就到了现场，为今天的比赛做足了准备。双方球员一入场就得到了如雷贯耳般的掌声和尖叫声，这是今年神奈川最具看点的比赛。湘北和陵南同时都把海南逼入绝境，可以说实力不相上下，这2个队伍对决一定非常过瘾。很快看台观众们就发现湘北的安西教练没有到场，安西教练病倒的消息不胫而走。众所周知，安西教练是前日本篮球国手，有他坐镇，对湘北的选手来说就是心灵的一大支柱。他不在，湘北的士气上将会受到一定的影响，对赤木队长的领导能力也是一种极大的考验。除了打球，赤木还要统领指挥整支队伍。三井四处寻找安西教练的身影，没有安西教练在，三井明显有些慌，赶忙拿出安西教练的相片摆在座位上。赤木大骂，别做这么不吉利的事情。湘北首发队员不用说，还是5个最强老大哥。赤木部署了首发战术，鱼柱交给自己来对付，宫城负责织草，三井守着越野，仙道自然交给流川枫，而樱木则负责福田。赤木充满斗志地宣布，今天教练不在，我们一定要来个全场厮杀。2队开始比赛前，现场主持人先介绍了双方的出场队员。以往的比赛并没有这个节目，大概是因为这是最后一场比赛，而且是湘北陵南2个最具争议的队伍决赛，所以特别隆重的给2支队伍准备这个介绍队员的节目。轮到樱木出场时，全场呼声非常热烈。这个家伙现在是神奈川联盟的名人了，影响力非常大。
接着是流川枫，他的专属女团差一点把篮球馆的天花板掀开。海南青田不满地喊道：“流川枫，滚回家吃瘪去吧！”三井寿出场，画风就有点不同了，喊加油的清一色都是湘北的不良少年。三井一脸嫌弃：“住口，太恶心了！”骂完了之后，三井虔诚地拜了拜安西教练的相片。这就是湘北最强阵容，未来可以撼动全国的湘北五虎。三井、宫城、流川枫是天港教练之前一直想挖到陵南的人才。在天港发掘到鱼柱这个巨人之后，他就想找一个人与鱼柱配合。他首先瞄上了三井，三井以崇拜安西教练为由拒绝了天港。之后天港又去挖宫城，宫城以崇拜安西教练为由拒绝了他。再然后天港又盯上了流川枫，流川枫以湘北离家近为由拒绝了他。天港教练大受打击，前两个倒也算了，第三个是什么狗屁理由？现在陵内鱼柱、仙道、福田构成了最强阵容，正好对抗湘北的赤木、流川枫、樱木，两雄争霸，结果真的很难预料。比赛开始，赤木在跳球中少见的输了，仙道拿球，流川枫立即扑了过去，仙道一个高抛传球，将球传给禁区的福田，福田拿球穿过三井，直接投篮，眼看球就要进了，樱木一个箭步飞上去将球截下来，观众呼声响起，樱木实在是太给力了。哨声响起，裁判判防守方干扰球，进攻方陵南得分，这就触及到樱木的知识盲区了。樱木气的和裁判理论，流川枫走过来一脚将樱木踢翻，傻呀，会和那个2米高的家伙一个下场的，你想退场的话我是无所谓的。樱木的这一干扰球震惊了裁判，他第一次看到高中生比赛出现干扰球的，这种犯规可不是随随便便能做到的。虽然樱木的弹跳惊人，但无疑已经超出了高中生的水平，这小子有点牛逼。